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绝区零终于开服了，相信曾经玩过米哈游游戏系列的玩家都会对这款新的游戏很感兴趣，而且也是期待已久。那么新的玩家要接触新的游戏的时候，总会觉得哇，好混乱啊，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什么东西。但是你没有玩过星穹铁道，没有玩过崩坏系列，只是完完全全的原神玩家怎么办？所以我今天就以原神玩家的角度跟大家分享绝区零里面的一些东西跟原神有什么差别，让原神玩家更容易上手。首先我们要了解的就是游戏故事背景。原神就是提瓦特，然后你们要去面对魔神、御剑气神，然后开放世界等等。然而绝区零的故事背景是以末日题材，但是又有融入赛博朋克的元素，你们可以理解为 Resident Evil 加 Matrix， 也是延续了米哈游的一贯作风，有哥哥、妹妹还有吉祥物，也可以称之为应急食品，但是这个应急食品是不能吃的它是机械来的。那当你们进入游戏的时候，看到这一段全部都是主线故事啦，那我相信玩过原神的玩家应该都是不太喜欢故事的，但是我看了这个游戏的故事剧情啊，其实还可以接受，主要是因为这个游戏的故事背景不会太过复杂，然后故事叙述的方式有一点不太一样，除了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动画版本，还以漫画的形式去叙说故事内容，点击一次就出现一个对白，最后还有以对话框的方式叙说故事。当然如果你是不注重游戏故事的玩家，你也可以选择右上角的菜单，可以点击跳过或者自动播放。我想问一下，原神什么时候会有跳过的功能？但如果你选择不跳过的话怎么办呢？它前期的故事其实还蛮长的，如果是加上它一些教学之类的，大概要花1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投入在这个游戏的话，最好抽一点时间慢慢去玩这个游戏。如果你是赶着只是想要游戏体验而已的话，你可能可以跳过全部的故事。但假设你们有需要的话，可能我之后做另外一个影片解说一下它前期的故事在讲什么东西吧。再来就是哥哥跟妹妹的选择，我看一些博主说哥哥跟妹妹的选择有一点点的差异，但是我个人觉得绝区零的男主角设计有一点丑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妹妹。手上的吉祥物是不能选择的，它有名字叫邦布，你们可以理解为是原神里面的派蒙。再来就是进入战斗系统，那它这边的按钮分配其实跟原神是差不多啦，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不能跳的，顾名思义我们不需要再爬山去探索了但是操作方面还是有点不太一样，这里固定的包括有方向键、加速键、普通攻击键、元素战机键，还额外多出了2个按钮。上面的按钮你们可以理解为是大招，下面的按钮就是替换部队。你们可以发现到在这个界面上没有看到其他的队友，像原神的画面除了我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主角之外，还有在右手边可以看到另外3个角色，不管是绝区零也好还是原神也好，都可以随时替换你想要的角色。不同的地方在于绝区零它的角色表在上面，那所说的替换部队按钮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当敌人攻击时发出亮光，你及时按到那个按钮之后就会触发完美闪避，后续还有一连贯的攻击进行反击，可以造成敌人大量的伤害，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使用这个按钮。而且你们要做到完美闪避其实还蛮简单的，当对方要攻击的时候他身上会发出亮光，你只是要看到亮光之后马上点击那个按钮就可以了。在攻击方面我觉得比起原神还要更加有打击感，爽快感也比较多，所以给我选择的话，其实绝区零的打击感会比较好。战斗方面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你们可以选择点击的方式或者是长按的方式，有不同的效果。一般长按会有元素伤害，如果你只是用点击的方式都是普攻而已。那元素战绩这边你也可以选择点击或者是长按，长按的话就是蓄力，或者可以选择点击。蓄力当然伤害会比较高，如果你用点击的话伤害就比较低一点。当你们触发完美闪避之后，其实会出现这个画面给你们去选择自己想要的角色，让你进行连贯攻击。那其实它给的时间大概有2秒到2秒半之间，你们可以慢慢选择，不一定要这么急去点。像有些玩家已经搭配好自己的队伍连贯攻击，就比方说你可以选择先破坏对方防御力的角色，再点击辅助的角色增加自己的 buff， 最后再选择进攻或者是打出伤害的角色，你们总共只能选择3个角色而已。这样的攻击方式可以打出更好的效果。至于队伍搭配方面，其实有不少的主播都已经解释要怎样搭配了，当然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之后我可能抽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今天只是让原神玩家更容易上手游戏而已，所以有一些部分不会讲得特别详细。至于元素战绩有没有满，你们也可以看上面的进度条，每个角色它下面都有一个紫色粉色的进度条，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观察是否要切换角色，使用他们的元素战绩。接下来就要讲自由操作的部分了，那也是一样可以像原神，主角们的居住所就是在 CD 店，
并且哥哥和妹妹没有分散，不像原神那样，你们还要到处流浪，没有自己的家，还要去找妹妹。不过会让原神玩家不习惯的就是每一次点击对话跟人物对话，你都要观察他们头顶上有没有出现箭头，然后点击攻击，就是这个按钮。像你是已经习惯原神操作的玩家，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是点击画面，不管是捡取道具还是什么，全部都是在画面上的。或许一开始会比较不习惯了，所以你们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去适应。再加上是不同游戏的关系，所以它这里有一些道具可能大家也是看不太明白，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去适应。再来就是我们操作界面上可以看到的东西，这3个点呢，就是你跟其他的角色对话的时候的一些记录，可以看回一些记录、聊天内容跟委托。下一个按钮你们可以理解为确认按钮，比方说你要跟这个角色对话的话，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当然长按也是有不同的操作，这里长按的按钮包括有设置、有拍照，然后有书包，你们可以当做是快捷键，这样你们就可以更方便、更快捷的查看。那书包里面的物品包括自己的装备，这个是放置在角色的身上，让他们提升一些战斗能力的，你们可以理解为武器或者是圣遗物。下一个空的可能我还没有解锁，另外一个这个是提升角色的等级还有突破材料，如果要使用的话，必须要点击其中一个角色，也就是代理人，然后进行升级才可以。最后一个就是其他的道具，这些道具有一些是拿来抽角色的，有一些可能是纪念品或者是剧情上所需要用到的道具。下一个长按的按钮就是系统邮件，你们可以查看系统发了一些什么奖励给你，可以通过这里快速的领取。当然那个长按按钮也是可以自己增加快捷键的，这些加号就是你可以放置其他的东西。最后就是截取啊，这个也是有点类似像原神那样，可以查看当前有什么活动，有什么角色，有什么通知之类的，全部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查看。最后一个按钮就是奔跑按钮啦，如果你们想要跑得快一点的话，就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跑得快一点点。这一颗很像地球的按钮，点击之后你们就会进入网络，也就是你们的手机，可以查看有什么贴文推荐，或者是有一些委托会出现在这里。主要的任务还有等级，这个部分你们可以理解为像原神的凯瑟琳这样，你就不用一直传送去特定的地方去接收任务了，或者是领取奖励。最后一个按钮就是快速传送，你们可以去车库开车传送过去，或者是点击这个按钮传送也是可以。因为这个游戏没有地图的关系啊，所以只能用传送的方式直接传送过去。再来我们看上面那一排按钮，第一个按钮就是看我们拥有的角色，也就是代理人。以目前来说现在只有12位而已，可能之后会增加更多。不过你们可以发现到这边人物的建模有一点跟原神不太一样，原神的人物建模固定有5个，3个女的2个男的，绝取灵还有包括兽类体型会比较大一点。第二个按钮就是截取，你们也可以通过画面上的长按钮快捷键去操作，也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也可以。接着第3个按钮，这个就是每日任务了，你们可以看有哪些任务你们要去接收，然后完成任务之后就可以拿到奖励。第4个按钮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你们提升等级的时候就可以拿到特定的奖励。目前看下来是总共有50个等级，里面的奖励包括抽角色的道具，还有一些角色需要用到的装备之类的。成长任务也是可以拿到一些道具，有分成本日、本周还有本期的任务，所以要争取时间完成任务。最后一个按钮就是招募了，这个界面相信米哈游玩家都比较熟悉了，上面有3个道具，包括底片、菲灵、加密母带。底片可以转换成菲灵，然后菲灵可以转换成加密母片，我们抽角色需要用到加密母片，你们可以理解为菲灵就是原石，然后加密母带就是纠缠之源。当然你是刚入坑的玩家，我建议你们先暂时不要用你们任何的道具，累积足够的道具之后再抽。再来1级评断，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装备，这个可以放在角色上面，可以增强他们的攻击力。最后一个就是常驻词了，一般玩家应该不会去碰这个东西，你们可以看到他用的道具也是不太一样，一般玩家正常情况下都是会选择独家评断。再来左上角的按钮点击之后，你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界面，包括有设置啊，刚刚我们所提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按钮全部都在里面，你要添加好友游戏的一些设置全部都可以在这里操作。最后就是商城，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个界面啊，就是去购买礼包，然后拿道具去抽角色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至于其他按钮在前面都已经有介绍过了，不过前面所介绍的全部都是快捷键，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点选。在这个界面上，你们可以看自己剩下多少的体力，然后身上有多少的钱，还有多少的菲灵，也就是原石。角色的 ID 之类的全部在左上角，你们可以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叫他们添加自己为好友。曾经有跟随联机之类的全部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查看。至于地图方面就不会像原神那样需要一个一个去探索去解锁地图之类的。
像我们通常会出现在的街区就叫6分街，这个街道包含有玩具店、游戏店、咖啡厅、拉面店、杂货店，还有主角自己的店铺。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功能，比方说拉面店，你吃了一些拉面之后可以增强自己的攻击力之类的。游戏厅真的可以打游戏，玩具店真的可以买玩具。至于主角的录像店，真的是可以出租录像的。你们点击柜台的帮部可以上架一些影片，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赚钱。你们可以当做原神的一些游历，让你的角色去采集一些金矿、食物或者是金币之类的。然后这里有写持续多少时间，然后赚多少钱。主要接任务地方还有哥哥全部都会在这个房间里面。你们想要完成故事任务的话，可以点击电脑，里面会出现3个委托。这3个委托在故事里面其实有介绍了，这里我就不多做说明。那如果你们完成了一些委托之后觉得不是很满意，有一些只能拿到2颗星星，你想要去完成的话，也可以点击重新玩过，或者是之后你拿到更强的角色再进去里面挑战也是可以的。这个对于那些有强迫症的玩家来说会比较友好一点啊。电脑后面有一个工作台，这个在游戏里面也是会有介绍，所以这边不多做说明。假设你是对故事有兴趣，但是你是真的没有时间去看故事，想要回头去看的话怎么办？我们这边架子上可以点选，然后它会把故事剧情全部都放在上面，你们可以点击，然后点进去里面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故事的走向，让玩家不会错过故事剧情，也可以回头去再查看过。基本上要说明的东西大概是这么多啦。如果你是原神玩家或者是其他游戏的玩家，接触这个游戏的时候肯定一开始会觉得很乱啊，那你要时间慢慢去适应，之后就会比较容易上手了。最后还有自己的房间，这个是2楼上面，之后就会解锁了，你们可以回去房间睡觉。然后睡觉之前呢，其实他会拿手机出来看就好像我们真人睡觉那样子啊。你睡觉之前肯定是会拿手机看一下有什么消息啊，刷一下脸书之类的。我个人对于绝取零的评价其实打击感还蛮好的，然后这个游戏其实讲真的我觉得不会太干，比较起我在原神开地图但是绝取零又不会让我觉得这个还是一样，跟米哈游之前的游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它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但是主要的玩法剧情那些是不太一样的。我也比较喜欢这个游戏的故事叙述方式有一点不太一样，人物的建模其实讲真的比起原神好一点点。如果是在原神跟绝取零2个之间选择一个游戏来玩的话，其实我2个都会选择，因为2个是不同的类型游戏。但是星穹铁道跟绝取零我会选择绝取零啊，因为星穹铁道回合制的战斗真的有点别扭，而且绝取零的玩法其实有点像我以前玩的一些 PS2 游戏 Naruto 之类的有一点接近，也是有一些街区，有一些地图可以去探索，不过 Naruto 那个地图大很多，可以跟路上的角色对话，也有战斗的机制，完成任务、故事剧情，而且我感觉有点像如龙。以目前来说，我对绝取零的评价还算是蛮好的，至少我进入游戏之后不会让我有一种感觉说我不想再玩了的那一种心情。我相信大多数人接触新的游戏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不过乱还是真的会乱啦。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类游戏的话，就算你没有玩过米哈游的游戏，也是可以直接上手的游戏。以上就是我对绝取零的一些介绍，还要让原神玩家更容易的去融入这个游戏里面。当然我的解说不是最详细或者是最厉害的，有哪些部分说的不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指教。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